针对过往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部分相较起来，里面的一些提出的内容我们认为段落也只有一段而已。那相较其他3段的部分，针对这个习近平的部分，反而是歌功颂德里面感觉就是非习不可这部分是不是也请一下我们老师可以帮我们做一下分享？关于他中共这些宣传性的文件，这个历史决议，从字面上去看的话，你会被绕晕掉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宣传性的文字去看看中共到底已经做了哪些关系到今后的事情，他还在准备做哪些事情。那么要讲到这样的角度呢，我们先要了解一点，就是习近平时代是现在开始，但他上台已经10年了。那他前10年在干嘛？其实他前10年做过的有些事情是针对中共过去的遗产的，他在对付那些遗产，那遗产都是活的人，他要把他们干掉。另外他做了一些事情10年当中呢是针对未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分开来。那具体来讲的话，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是2012年，当时候是面临着这个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高层各派系之间的压力，就对习近平的压力，特别是军队和警察是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都对习近平不满，当然也不顺从，甚至有反叛之心。那这个反叛之心这个话，一直到今天，习近平还通过官宣媒体在讲，也就是说这个话不虚的。所以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他花了几年时间，用反腐败做手段，抓了一批，下倒了一批，改组了整个军队的指挥系统，又打击了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最后才在几年前把大权抓到自己手里头了。那么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习近平才能够说一不二了。那么其他高层官员的一言一行也已经全部掌控在他手心里了。这个时候，中共进入了所谓的习近平时代，那么中国也就进入了习近平时代。那么对习近平来讲呢，大权在握不是他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他的目标之一。他还需要通过各方面政策的调整来长期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呢，中共将开始或者说是已经开始进行各种内外政策的重新调整。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内外政策要调整，无非还是我前面提到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这3方面。那么我就会来关心说，究竟中共今后会在哪些政策方面做哪些调整？那我的判断是这样：第一，在国内政治方面，习近平要淡化对毛泽东错误的否定和批判，同时清算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腐败当道的政治路线和用人路线，用政治高压从此作为基本手段，对党内和民众都实行毛泽东那种党指向哪里大家就冲向哪里的统治。这第一方面，国内政治方面。那么经济方面呢，它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大趋势，要收紧对私营企业的放纵，要调动所有的经济资源，尽量减缓经济的下滑速度，同时为扩军备战服务。那第三，在国际关系方面，他是准备呢抛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对美政策，变成张牙舞爪，通过对外施加各种影响和压力，服务于习近平模仿老毛的那个国际目标，就是用称霸的之争的办法，去为支撑国内经济提供机会。那么这次这个中共的历史决议的核心它是突出习近平的所谓走向新时代。那么他的新时代新在哪里？其实无论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乏善可陈，无新可言。那更关键的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没有让民众看得到希望的地方。那么他的新时代呢，其实只新在一个方向上，那就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对外出击，目标是美国。也就是讲，习近平在国内政治和经济上已经找不到可以操作的积极改善的空间了，
所以他的国内方针基本上现在就是政治经济两面都是收紧再收紧。也恰恰因为如此，他要想证明他的统治的必要性，还有政策成功的这个政策选择，他就只能落在对外剑出鞘这个上头了。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报道当中的原话，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个中共外宣官媒怎么讲他这个历史决议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历史决议更多的还是向前看，也就是因应于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内外挑战，进一步凝聚共识，团结力量办大事。那么至于办什么大事呢？这份官媒是半含蓄的讲啊，没几个字，那就是要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那么对这种战略思维啊，你如果熟悉大日本帝国当年挑起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那段历史啊，你就会发现说，今天中共此刻的这个思路，习近平新时代的思路和当年大日本帝国的思路非常相似，很多地方是在照抄大日本帝国的作业。那可以讲呢，这条路线出来以后，它就表明我们大家不必再幻想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时代那种日子了，那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后不但是中国民众会有紧日子，恐怕还可能面对中共对外挑起战争的日子。那么中国也会出现战时经济，这个已经不是不能想象的未来了。所以啊，如果是要用最鲜明和概括的说法来解读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呢，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就是中共开始了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时代。那么这里面有个值得注意的国际背景，那中共如此对美国张牙舞爪，为什么他会这样嚣张？其中有一个美国因素，那就是拜登当局的软弱，不但给中共提供了机会，也鼓励了中共的野心。那么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以后可以进一步来深入分析，因为比较复杂，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讲清楚。我前面提到习近平这个大翻盘是翻到了对美国张牙舞爪，那么之前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这个三代人一直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中共对国际关系的基本方针叫做韬光养晦。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从海湾战争，就是1990年那个时候提出来的。1990年8月2号，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是下令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了科威特政府，宣布科威特的所谓回归伊拉克，以致实现他所谓的大伊拉克的统一。这口号有点像中共的啊。那么实际上呢，是伊拉克要对富有的石油出产国科威特公然侵略、占领还有吞并。那么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呢，取得了联合国授权以后，1991年1月17号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进攻，重创伊拉克军队。那么伊拉克最后是被迫接受了联合国第660号决议，然后从科威特撤军了。那么就在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前几天，1990年12月24号，当时是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汇报中东局势，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现在的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么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那么第三世界呢，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包含了对外不要张牙舞爪。那么当时邓小平的话里头没有明确用韬光养晦4个字，那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是在中国慢慢流传开来，然后就成为中共那个时候的从90年代开始的这个对外战略了。但是这个对外战略已经形成以后，它没有一个名称，一直到1995年，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把邓小平这个外交战略就是不要当头这个说法呢，这个用20个字去概括，叫做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20个字。那么简称呢，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那么以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用的是这个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那么现在，习近平这2年把这战略取消了，于是中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战略就从韬光养晦变成了锋芒毕露、张牙舞爪。那么其实呢，习近平过去的就开始实行这个对外战略了，已经几年了。他这个对外战略呢已经成型，开始布局，只是还没有一个名称。但是他锋芒所指、矛头所向，是对着美国，这个特点非常清晰的。我们前面讲的，以前节目里提到过，就是中共是点燃了中美冷战的，我就不重复中共当时点燃中美冷战的具体做法，我已经讲过多次。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中共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也在不断的加快速度。那首先是它的海军舰艇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中大舰、巨舰的数量在快速增加。其次是它的核武器的数量急剧上升，那么对核武器的投射工具正在加紧发展。我们以前节目里介绍过，这个中共研发超音速这个投射工具可以投射核武器。美国把它这个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里把它认为是 Sputnik 这个第2次 Sputnik 时刻，我们在节目里讲过。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共现在的海外备战部署正面向美国和澳大利亚步步紧逼。那么在这方面的细节呢，我在10月6号的正经最前线节目里也做过通盘的介绍，今天都不讲了，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有一些不愿意面对这种局面的人呢，可能会故意回避谈到这些动向。那么就像沙漠里的鸵鸟看到狮子来了，就把头埋到沙堆里去。